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近期你所需要听到的重要讯息。那这是今天的2张牌，我会把牌意写在这里。那你们可以阅读，然后再参考整个图片来做选择。好，那给你们一点时间。好，那我想你们都选好了哈，那就不啰嗦，我们就开始了。好，那我们就从选择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近期你所需要听到的重要讯息哈。来，我们一样哈，虽然题目比较不同，但我们还是一样从5张牌来看一下哈，它整个结构啦哈。它的结构的方向是会先分析你现在的处境。好，从比较远观的角度来看，跟你现在所在的处境有一些缺口，有一些缺失哈。也许他会翻到一些比较好的，你不需要改变的一些讯息。那我还是一样，就直接告诉你哈。那我就不多做太多的思考哈。我看到什么就直接都跟你说哈。来，好，先这5张哈。我们先从可能会说出一些比较负面的讯息的位置来告诉你们哈。好，那这边出现的是保健器啦。那我觉得你近期生活上你可能性格上你可能会比较不喜欢起纷争，不喜欢跟人家争斗哈。也许有的时候有一些被欺负啊，有一些被别人怎么讲，有一点点吃亏的感觉的时候，或是你也知道有些人正在制造一些麻烦，然后你会选择退让，或是包容，往退一步，或是有人在跟你争取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就不要竞争了，然后我就退一步算了，这样让给别人，我会自己再去寻找其他的机会。选择1号牌的朋友，我相信有很多人是这样了哈，比较怎么讲，比较人心啦，也比较厚道一点啦。觉得反正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这一个性质在内在比较多。可是今天这张牌在这个位置，它在提醒一件事情是，其实你内心深处你是有能力去对抗的，然后你也有够好的。像智慧跟智能这2个，我觉得这边在讲的是你也有够好的智能，就是智力，就是说你有蛮好的手腕技巧。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奸诈一点，选择比较多的小方法、小手段去争取，你也是有能力的，所以我说这个位置是比较负面的，是因为它可能会有一点点在用比较负能量或是比较恶质的角度去告诉你说，有的时候全面的善意、全面的善去面对，可能并不是最好的解决事情的方法。有的时候还是需要反抗一下。他这个反抗的能量，虽然我说它是比较负面、有点恶意的，可是他这里在告诉你说，其实你也懂。你也有能力，只是长时间下来，你已经训练或是设定自己说不要争。原因是因为你觉得这样子是比较舒服的。在牌面上，我是以我的角度，我是比较支持你选择退让。好，因为我觉得海阔天空这一件事情还蛮舒服的啦。要争就让别人去争，我是蛮支持你们会选择这个角度。可是今天这张牌这里，它把可能性如果是一个100%的百分比，它只留下大概1%或是更小的位置，告诉你说，我要提醒你哦，你有能力去竞争，你要不要去对抗一下？也许会有意外的收获。他这边讲的是这个哈，也许会有意外的收获。那我们看一下哈，绝对的正能量的这个位置，他跟你说什么？他说啦，以他毫无负面能量的一种全然的乐观的角度说，你应该会感受到2个东西，一个是全新的直觉。所谓的全新的直觉是，
你会发现你有超乎自己想象的对抗能力。好，你内在有一个蛮强的直觉会呈现。另外一个东西是，你可能会得到意外的好心情，它有一个很好的能量要从你内在重新发芽起来。我觉得这两张牌对照这个状况，他在讲说啦，哈，你可能被社会跟各方面的生存，刚刚跟大家慢慢的长大的过程中，你也去竞争过，你也去对抗过，你也去争取过。可是后来，即便你用尽了、使出了很大的力量去争取之后，可是你会觉得自己内在其实没有那么高度的满足感，甚至没有快乐的感觉。虽然争取到了某种你需要、你要的位置、你要的结果，而那个结果对你来说是你的正义，你认为是对的，你要去对抗。可是经过了好几次，这么多年下来，你发现我累了，我疲乏了，我不竞争了，我不要了。如果有人要跟我夺球，就让给他，这样子你觉得比较舒服，比较无压，甚至觉得比较健康。坦白说，我也觉得我还是支持这个点，因为身心灵、心灵的健康，我觉得这个舒适感要维持住很重要。可是今天他可能在讲你近期的事情的时候，有机会对抗一下，可以试看看。好，这里有一个非常小的能量，很强，像针一样的小小的能量说，可以对抗一下，试看看。反正你很容易退开嘛，你很容易离开嘛，哈，你很容易就让开，没关系啊，反正你已经决定你要让，那不如先对抗一下嘛。而且从能量的角度是觉得有意外收获啦，啊，有意外收获。这个我再帮你多翻，光是这两张牌，再帮你多翻一下了哈，看一下他怎么诠释这里的。我觉得这两张牌哈，一般来说对于宝剑七都会认为负能量比较强，偏偏他又在我觉得负能量还蛮强的牌阵的位置里。可是我们要转念一下，它可能是一个激励的角度。好，我觉得他有一个劝你对抗一下，劝你拿出你内在的某种小手段、小心机。哦，他这个角度啦，我觉得应该有一点点在提醒你说，你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立体化了。也有这个角度，你可以思考一下，这不一定是绝对，但是他在提醒你一件事，就是你也许活得比以前舒适自在，但好像变得比较磨平了，比较润滑了，没有以前那么立体。你也许也因为以前太立体而得到某一些不好的对待或是不好的结果，而你选择变这样，可是已经很久了。而现在这个时机，你似乎可以回来一点点。他也没有要你原本就全部回来了，因为他不是就是不是一就是二这种感觉，他没有，他有一些百分比哈。有时候我都会把它讲成是说很多事情你要把它看成有很多层次啦哈。我都会觉得它会有2000层的层次。那我们再把它缩小一点，就可能就1%到100%。那他这里叫你退回去一点，可能就退回去1%就好了，不用那么多哈。来，你自己思考一下。来，我们来看翻3张牌来，再重新诠释或是增加这2张牌的一些方向哈。好，看一下。3张钱币能量哦。我们先不讲它现在是什么数字，我们先讲给了3张金币能量，在讲什么？这个最近这一个，我先说1号牌的朋友，他现在应该有一些挑战。好，我们不讲难题，我们讲挑战。那3张金币能量说，他有很不错的收获在里面，虽然过程感觉上好像那个收获好像没有那么明确，可是，在底下哈，他讲2件事：第一，你原本想逃避的，你现在面对的某个挑战，什么看起来像挑战或什么，你原本想逃避，你原本想让，你原本想退出，你原本想，其实
这一件事情对你有蛮重要的心灵上的成长的平衡的帮助，这个好像是一个很不错的经验。我不能说它是一个非必要存在重要的经验，我觉得他这里在提示说，好像是个不错的经验，去体验一下，去反抗一下，去面对一下。他没有说一定要面对才能解决，你连逃避或是躲开或是退让都能解决都可以。但是这一次的经验的价值，好像在于你去对抗一下。那这是以金币能量的结果来说，你会有一些很具体的收获，可能是金钱的，可能是人际关系的，会有具体的收获，或是赞赏，或是某种你的地位的提升有而且在金币能量的角度上，你是占上风的，只是你没有察觉。整个能力上，整个评估下来，整个方式来说，其实你所要面对的敌人，我们把它先设想是一个敌人好了你的条件跟你的能力各方面是占上风的啦。那我们从这里来找到一些小小的困难点，只有一个就是你在追求什么？比如说这一件事情你要去对抗它有一个点是比较模糊的，就是你到底在对抗什么？你到底在追求什么？这个点是不明确的。他这边也没有特别告诉你说是什么，他只是告诉你说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经验，你可以试着去。这样说可能有点不好，可是我觉得这个点你们应该会得到一些比较有开窍的角度啦。这里说的是，你可以试着让自己小小的邪恶一下，小小的坏心眼一下。他这边说，我觉得无妨啦。主要是因为有的时候你要去对抗、去挑战任何东西的时候，如果你太过善良那就不如就捐出去了，就很像一种捐献了可是这里似乎没有要你全然的捐献、奉献你自己、退让这样子，好像需要给对方一点点的教训，需要给对方一点点的压力，需要给这件事情一点点的反抗，来争取你。应该是说，你身心灵上好像你对于你自己的价值有一个全新的诠释，好像你不会再把所有的事情都是选择离得远远的，或是我在另找出路，或是我讨厌纷争，所以任何纷争出现我就回避。那他这里好像突然就这么有这一次告诉你说，这一次你会赢，所以你要不要去挑战看看？好像是这个态度啦你可以思考一下，我觉得大概只能说以好几个能量的拼凑，我认为好的能量是站在你这边的啦。好的能量是站在你这边的，尤其它不是空泛的，它是确实是会有一些具体收获的，就像我刚刚讲的，可能也会有金钱的收获还有一些金钱的收获，额外的奖励 bonus 这些东西会出现。那甚至从金币2的角度，还有可能打开你一些新的人际关系。它在你以为你做不到或是混乱的眼前的这个局面中，其实是有你的支持者的，还有队友，你不会孤单一个人面对。就在你现在以为你是，现在你以为你都在自己承受，可是这边感觉比较像是说，有的你会在其中找到队友。其实有些人会默默帮助你，只是看你要不要往前去挑战。那这边我们再提醒一次，因为我要翻这3张，我再提醒一次，就是说，他这里所说的大概就是比较小的一个建议，大概就几%的建议说你可以试试，但他并没有否定你的退让、跟离开、跟逃避是错的，没有否定，它只是一个比例上的问题。好，来，我们再来看一些整个周遭的状况的确是一个竞争状，好，我先说这张现在你所处的一个当下，
无论是你自己看你自己，或是别人看你，你都好像呈现着一种孤军奋斗的状态，好像没有人帮你。可是以命运之轮的这个角度，以最现实面的角度，它其实在告诉你说，你有盲点。其实愿意帮你的人很多，而且你可以使用的能量，我就说武器啦哈，物件很多。所谓这个就是说资源很多。如果选择1号牌的朋友，你现在正处在某一种困难或挑战里，这边说，其实从这里就有看到你有队友了嘛。这边又说，其实你有蛮不错的资源，尤其人脉，有人可以帮助你。我们要把这个权杖七这个我们要反向转过来，不要让他觉得，不要让你们觉得，或是你们只看到他是一个人去奋斗，可是你要看到是他后面的是什么？是成功，是对抗成功。那有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一个牌的时候，它下面有6根这个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是一个6个或是一群可以帮助你的能量，你不一定是你在对抗它，要看旁边的牌怎么说。我看这个牌之后再说，我们先看这里哈。我觉得以命运之人的角度来去搭配权杖七，他讲的是说，你身边有很多好的有助力的能量在等着你去使用，所以不要让自己去承受所有现在的压力，不要让自己觉得只有你能够解决。其实你旁边有很多人可以帮你，也愿意帮你，不管是提供意见还是提供具体的帮忙都有。好，你不要忽略了这一点。那以命运之轮的强度，虽然有时候命运之轮出现的说是以一个幸运的角度来看，我通常不会这么看，我通常都会说，好事情快来了，至少好事情要走到你身边，至少他已经走了一半的路径了。我通常都会这么觉得。命运之轮在这个现实面上来说，能帮助你的事情跟将要发生的好事，只剩下一半的路了。所以不用以你现在的状况，不用觉得好像没希望，好像已经走到了死胡同，没有任何情况能帮你。其实好事情跟好运气已经在路上了。如果选择1号牌的朋友，你近期也没什么大挑战，什么你都已经过得不顺的话，那你要再去加强，它这个就是一个更好的能量，要去加倍你现在的好运。可是会选择1号牌的朋友，我觉得他这边确实有在凸显现在某种困境。那结论就是，他会被2个答案，他会被你击败，而转换成某种 bonus 跟奖品回馈到你身上。第二条是，你选择退让，你选择礼让，你选择赠送，不去竞争，不去纷争，那你没有损失的离开，但也没有任何获得。好，而这一个关键点，无论你去争取或是不争取，都会有一个结果出现之后，它后面随之而来的就是命运之轮所带来的一个好事。只是说你前面做的这一件事情，如果你有去争取，你已经得到好的结果，那这个命运之轮所带来的好事，它就会成加倍的 bonus 给你。那你退让了，闪避了，命运之轮所带来的好事终也是会发生，可是能量就没有那么大，就是你应得的，你本来就该获得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的起心动念比较像是说，这里为什么有一个这么小的提示，说你可以去挑战看看？因为前面就已经说了，他有很不错的经验收获，或是地位收获，或是金钱收获，会在于你去试着挑战之后，面对之后，靠自己的能力去面对之后，会加倍获得后面该得到的东西。你看一下这里。倒是没错哈。我们刚刚一直说你有资源，你有朋友可以帮忙。这边啦，你甚至是被看好的，也就是说，从这里看起来，
你比较像是对自己没自信啦。对自己要面对现在眼前的事情，你只是比较没自信了。其实你往前走一步之后，你会发现，第一，资源很多，帮助你的人很多，而且还有很多的祝福，还被看好是成功的，是你自己不觉得了。那如果你现在处在一种没有这种困境，你都觉得你做得好，那现在就是有一个加倍的能量，要变更好就是了。好，所以从目前对我来说，我觉得这组牌在你们所正在面对的事情，无论你有没有主动去施加一些助力，或是你多做一些事情，无论你有做或没做，结局都是好的。只是看你有没有需要贪心一点，你想要得到后面更多的 bonus， 那你就尽情的去发挥你的能力，去争取、去对抗、去制造纷争、去面对纷争都可以。好，后面的奖品已经在那里了。我一直说 bonus， 因为它是一个乘法，它会加成你这里所做的东西，它会去加成在那里已经现有的奖赏的质量。好，希望你听得懂哈。来，我们再继续翻一下，因为这边还有空间了哈，所以我翻3张来去补足今天这个情况哈，今天这个能量的发展的情况，它会怎么说哈？好。权杖哈，这个先等一下，我先看这张哈。你有新的，你将要有新的思维，将要被开发。如果他这张牌出现在这里之后，那就表示这3张所谓的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经验的价值，是为了带来后面你有新的事件的见解，看事情的角度会。我觉得以骑士来说，它比较像是会是突飞猛进，而不是慢慢的增加。这一件事情就会转换你对一些事情的一个重大的改变，而且是加分的，是进步的。只是我一直在提醒，今天这组事情，你不做任何事情，它也会往好的方向发生。但是3个金币能量在讲说，当你主动了、复合了这张牌所去做的事情之后，后面是会用乘法的 bonus 告诉你的成长。那这边在告诉你说，这一份成长似乎是连接在这里，你做多少成长就会成多少倍，而且是突飞猛进的。那这一题就是比较像是说，我们可以屈服于我们的不愿意竞争，我不能说屈服啦，选择啦，因为那个是比较舒适的。我个人是觉得与世无争的概念，躺平、慵懒、松弛。我是比较追求的，所以即便这里在提醒我，可能也不会觉得要去追求，因为这边已经告诉我，无论我做什么，后面都会有蛮好的收获了嘛。可是今天这个点，他好像突然在点你一件事情是，你可以贪心一点啊，你有能力去争取啊，它不都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就看你的选择。那这边有说，这边似乎是比较意识到你们会想要去争取啦，所以他告诉我说，你们后面得到的一些新的观念、新的看法、新的眼界，对自己的评价各方面都会有突飞猛进的新想法。这里是这么肯定的。那以火能量来说，他在说这一件事情跟你面对的事情，它不会让你消弭，它反而会像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些更强的燃煤，让你拥有更强大的能量，还可以再持续一阵子。不过换回来，如果你不做什么，那这2张牌给的就是你的确还是有非常平稳的能量，没有什么起伏的能量，然后续航力很强的能量，让你去面对生活中各种的事情，不会让你萎靡，这就是一个重点。好，很好的，你内在就有一个非常很好的能量在这里支持你了。那讲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小总结。今天选择1号牌的朋友，今天你所需要得到的讯息就是一个有的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了某种回避、放开，因为我们想要留给自己一个舒适的、宁静的、安全的、放松的空间、平静的空间。
相信我，我是更支持这个角度的。我一直在告诉大家，心理的平静松弛是最健康的，身心来讲是最平衡的。如果选择1号牌的朋友，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可是今天为何我们翻开了牌，他走的方向却是在那1%的不同的方向？是因为他可能在告诉你说，近期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身心灵提升的经验，就看你要不要去对抗，要不要去冲刺，要不要去跟别人争取。这可能不符合我们已经设定好的我们的做人方式，可是这里告诉你说，这是一个特别的经验，甚至有点在回想，让你回想起你有多棒，你有很好的能力。虽然这里会比较多在翻译成说是一些手段、小心机，可是我们把它转换成比较软一点的、比较润滑一点的，就是说，你有能力去跟这么个复杂的世界对抗了，你已经退让了、厚道了很久了。这一次，我们又不是做任何坏事，我们只是想要去好斗一下。我终于找到这个词了，想要去好斗一下。那这一次的好斗一下、竞争一下，确实是会得到蛮不错的身心灵上的提升。它这个身心灵上的提升，我觉得它取向于的角度是，有某一个层面的自己，你可能有点忘记了但也可以丢掉，也可以忘记，但是你也可以想起来一下下。记得我说的很多事情是以层次、百分比上去，它不是1就是2这个角度你可以思考一下，对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好，那这些选择1号牌的朋友这就是今天的讯息，希望给你一些你没听过的角度跟某些提醒那如果对你有帮助，你可以试着思考一下。好，那就这样，那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好，接下来是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近期你需要听到的一个重要讯息。好，来，我们一样从5张牌来看一下也要来看一下整个结构，然后它这5张牌会有一些所谓的你现在的状况的一个角度要给的讯息，还有可能从比较宇宙比较远的方向来看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听到什么。我不知道，我要翻开来才知道它到底针对了哪一个角落去给你想听的讯息来看选择5张牌那就这2张。来，习惯上我都会先从负面的东西，或是最微弱的角度去看一下，它给的是什么来定义一下这个角度。好，金币2缺乏协调，缺乏好的相处模式，缺乏好的沟通。近期选择2号牌的朋友，你可能近期需要面对一下这一件事情，需要去想一下这一件事情。这里给我的一个很尖锐的讯息在说，你近期以为了你做了某种有效的沟通，跟有结果、有效率、成功的沟通，其实不然。这一件沟通没有你以为的那么成功主要是因为它在这个排位，它这个牌阵这个排位在告诉你，它有一些嘲笑，有一个嘲笑你的盲点，但他还是忍不住要给你做提醒。虽然金币2讲的是某种物质上、精神上各方面已经不错的协调，它也有包括人际关系，它也有包括工作，可是它在这里，我看到了某种浮华跟幻觉啦。某种浮华跟幻觉，还有一些恶魔在耳边的低语的嘲笑，所以我觉得他在说，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好，你需要做更多的补足，因为它终究趋近于或者趋向于要去做完善的协调，而且是对等的物质，所以它还是有机会的它还是有往好的协调跟平衡方向走。而且重点是提醒的是，你现在在处理的某种，我觉得应该算是人际关系，
工作上的关系上面沟通上，你要回头看一下，来，我看一下哈，我给你补2张牌来看这里，它还有着重在什么样的重点哈？来，我在翻的时候得到某一个讯息，在说不要因为表面上的顺利、欢愉、快乐，而忘记回头再去做第2次的验证。验证什么？验证自己原本讲过的话，验证或是去怀疑现在表面上的舒适感是不是只是个骗局或是一个幻觉。来，我得到讯息，这个你可以思考一下哈。好，来这里，你想达到现在你有想做的事情，无论是工作上的 case 啊，或是人际关系啊，或是朋友，爱情上也是哈。你想达到的某一种标准，没有你想的这么近，它还有一段距离，但它已经在往好的位置过去了，走去了。那结果是好的，只是它没有你以为的这么近哦。搭配这里3张的答案都是没错啦。你现在做的沟通，你现在做的人际关系的维持，或是你对谁、对其他人、对事情所做的东西，你觉得已经做到100%的好，而且表面上看起来得到了赞赏或什么都不错。可是牌面3张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还没有到。你想的你美化了，哦。好，记得这件事，你美化了，但是它并不是说你美化了，所以内在的本质并不会到达你要的位置。没有，这2张牌说会到达，也会得到你想要得到的赞赏，或是成就感，或是结果是好的，但是在距离、时空上、时间上，好事情发生的那个位置上，离你现在还蛮远的，而且是比你以为的远。打个比方，你觉得你谈一个 case， 你觉得下个礼拜就会成，其实没有那么快。它中间会有你觉得的很快就会成功，在对方的感受里是没有那么快，他们还需要，你可能觉得1个礼拜，他们可能觉得需要1个月，差不多是个概念哈。那它只是一个时间上的拖延在这里，因为它中间需要有更多高智能的风能量要去做排列组合整理，才能得到情绪上的、虚荣上的赞赏，它有一段距离。那这里从一种非常坏线的角度告诉你说，还没有平衡啦，还没有协调啦，还没有完善啦，要等一下了哈。这里好，但没关系，我们还有4张牌，还有4个区域啦，只是我们都会用一种有点像是先礼后兵的感觉，先告诉你做一些心理准备，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往上爬哈。来看完这副，我们来看一下比较正能量的角度。这边出现的是金币国王，看来你该得到的收获已经在准备好了，你会到达那一个你所得到的那个成功的点，是势在必行的，不会因为中途上的各种事情而被阻碍或转弯、毁灭、消灭、消失，不会。但是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是，这张牌是一种全然的正面角度。他这么认为，是因为他是一个毫无空间去包容负面思想的角度。他看到了你后面会有达到你想要的那一个位置，譬如说这个 case 你要拿到，譬如说这个 case 你要谈成到多少钱，譬如说你跟朋友的关系，这是考试你跟同学朋友的关系要到什么。学校的活动要达到什么样的成绩会有或是你在爱情上，你希望跟他能够达到更好的亲密关系，或是关系上更好，是一起去旅行什么会有，都是会有好的结果。可是这张牌讲的只是结果，过程有很多的调和跟理智上的分析，还有一些困难的解决，不包括在这里。他忽视，他忽略，他不在乎。但不代表这些过程不会发现，是会发现。但是这2张牌的搭配，至少让我们心安的是，好结果会出现，会被认同，会被赞赏，至少有。但是过程上有发生很多的协调或什么，可能
都是必然的经历跟接触。还好，这2张牌都是属于比较正面的牌，不是刁难的，不是负能量的，不是难受的。还好，整个旅程上都还是属于舒适的。好，那这个开场让你安心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如果到了宝剑4，我看看4吧，这张牌，如果用最简单的定义来说，我刚刚说没有这么快，没有你想的这么好的这个角度，我觉得这里在告诉我说，你把附近的人逼得有点紧了。这里比较强的概念是在告诉你，你要不要先去休息一下。它有一点像是我们常常看一些电影影集或什么，有的时候，主角或是做一些工作或什么太急了，太渴望成功了，太想要去表达呈现什么的时候，结果把附近的人都给了蛮大的压力，让大家都喘不过气的时候，你的主管或者上司会来跟你说，你要不要去放个几天假？这里就在说这个。他在告诉你说，你休息一下，重新缓一下，好好的呼吸一下。哦，近期也有这个讯息，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选择2号牌的朋友，你近期对于某些事情的期待有一点过高了。这边比较多，希望你冷静一下，好好的回到一种平静的状态，再重新看待你现在心里所渴望有所表现成功的那件事情，重新看一下。第一，你的要求是否太高了？他不是在嘲笑你眼高手低，而是你太推促自己、敦促自己做过多的事情。这边没有否定你的能力做不到，似乎在提醒着节奏有点太快。这边在说节奏有点太快。那没关系，我看一下啦，佐证一下这个。我就知道会放在这边。我要翻之前，我就觉得要翻出这张，果然给我翻出来了。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2张牌都有缓速的效果。2张牌都有缓速的效果。停一下，归零一下，归零一下。不是说你做的不好，不是说你这个渴望，你想要把事情促成这个想法不好，而是停一下，停一下。你需要调整一下呼吸。它这个调整呼吸有一个状况，也包括了帮附近的人，还有你的人际关系都调整一下。好，它这里跟这里，我觉得是有一个很细的连结啦。我先说，它这里作为调和跟过程，它所忽略的过程状态，它其实是用宝剑来去定义的时候，我就有看到那一个絮乱的风。所以我在前面的时候，其实我用了一个比较保守的说法来告诉你说，过程你可能自己要去协调调和。好，我是讲的比较中性一点，但其实这3张牌翻出来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原来是太紧绷了，整个过程有一点点太密集了，就像编织一样，它编的有点太密了。今天我们可能是要编一个比较有一些动的，编织网状的，它不是要密的。这里在提醒，可能要松一点，要慢一点。对于你最近很渴望得到的那个东西来说，我在用比较委婉的方式来去诠释这3张牌它给的一个讯息啦。休息一下，休息到，或是停一下，停到至少你开始觉得无聊了，好吗？然后那一份无聊开始捆绑你的时候再出发。好，因为他这一份归零，
它有一点点在提示你要超脱一下，离开你现在的现实一下。试着把自己脱离开你现在所在沉溺、沉醉，有可能让你废寝忘食的那一件事情。我有一个讯息，我觉得我翻一下，因为我觉得你现在所散发的能量似乎给周遭的人有一些不好的感觉。那我看一下他这里讲的，不是说不好的感觉啦，而是旁边的人可能要跟上你，或是他们正在思考要怎么跟上你，要怎么配合你，有可能是顺着你，有可能是讨好你，有可能是不知道，就是旁边的人有一些不自然的压力出来，所以我刚刚回到这里，我才说，他为什么一开始给我第一个讯息就是说，你觉得你近期做的某些沟通已经非常成功了，其实不然，所以这样看得出来是，其实你觉得你近期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对的，没有错啊，为什么大家还觉得有压力，或者还是好像很难说服说别人？没有，主要有的时候是那一个感受。人跟人有很多不同的状况啦。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轻巧的把自己的不舒适表达出来，就这样。那来这一张。看一下这3张哈，第一张出来是宝剑9，你身边的人已经开始感觉到困扰了但他们还是保持着想要跟随你，想要顺着你，想要讨你欢心，想要让你开心，只是有些东西他们做不太到，但他们也在找方法，他们也在让自己能够进阶、进化，跟上你，配合你，让你舒服，让你开心。他们也在找方法，他们并没有埋怨你。这边至少看出来没有埋怨，他们只是有很多的自我困扰。如果你最清楚这个方向的话，那从这里这2张牌还没翻嘛，从这里我可以看到一个契机点，就是说你的放松、你的自然、你的自在，还有你的舒适感，会影响你周边的人的心情，而不是影响他们对你的观感。其实他们对你的观感已经就那样好了，没有不好，只是说你有很不错的能量在控制着你的人际关系的大家的气氛、气息各方面。我从这边看下来，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在某一个空间里工作上或人际关系上是一个蛮重要的人啦。然后大家都有在专注着看你在做什么事情。那近期你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事，但是好像有重要的事情你必须要完成，你必须要去追求。它可能是一个旅行，你需要大家跟着一起去；它可能是公司的 case，你需要大家一起合作把它办到；它可能是学校要面对一个考试，你希望大家一起读书，然后一起什么，反正不知道，或是大家学校有一些活动要比赛，你希望团结大家，都好，所有事情都好。记得这边有说都会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只是过程。现在着重到的是过程，过程是你旁边的人。他们都感受到你想要追求，而且愿意帮助你，可是他们有点跟不上，他们有点不知道你的方针，他们有点被逼得太紧，整个空气有点难呼吸了。但他们没有埋怨你，只是这里在告诉我说，停一下，休息一下，对大家都好。其实最重要的是对你会好，你会找回你的节奏频率。也许你觉得节奏要这么快才能达成，可是其实你并不适合这个节奏，你适合再慢一点的节奏，事情还是会做得很好，可是你适合再慢一点的节奏，心态上急了，这边也在讲心态上急了，所以他对于你周遭环境或什么，要再调和一点。所以刚刚一开始就点破了，一开始就说你最近对于周遭的各种沟通什么，你以为做得非常完善了，其实不然，因为旁边的人并没有完整的跟你表达他们现在其实心里有些焦虑，或是跟不上。我觉得跟不上的这个烦恼比较多啦。他不是懂不懂你，或是你有没有让大家懂，而是有点节奏不在同一个维度里，所以他才这里叫你停下来。我不觉得他叫你停下来是为了让你去等其他人，而是
呼吸的太快了，太急促了哈，调整一下。好，这里给的讯息是这个，来7哦，7来直接翻这个，看我先看到这里哈，到4了，这2张牌，我只能说这组牌很一致啦。对于你周遭的人跟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空间里面，充满了蛮多的未知跟不知道怎么拿捏，跟沟通不良。我必须说，这里一开始就真的讲破了。我先讲这张，这张在说，你身边有些人的声音，你以为你听到了，其实你没有听到。你听了，但你没有听到；你看到了，但是你没有在意你现在身边的事情。这边做一个重要提醒。第二，这里你身边有些人，不是有些人，有很多人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但是他们没有放弃你，他们很想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好吗？如果我们刚刚一开始翻的时候，我不先翻这个，好，我就先翻了这个，或是这个，我会说，如果是这张了，我会说你近期好像忽视了周遭人的想法，我会这么说。如果是先翻这个，我会说你近期在做白工，你近期在做白工。虽然它是金币8，可是这张牌一直都给我一些金币7的状况。好，就算我整个牌我是先翻这里金币8，我会跟你说，你最近熬的事情、做的事情会有好的结果了。可是这一件事情跟这件事情是吻合的，一样。跟这里一样，都是你终究会得到好的结果，都是一样啊。可是我们最后还是要翻出这张牌，他还是要告诉你说，没有，其实你周遭的声音跟事物你没有看清楚。只是今天我们一开始就翻出这张牌，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喜欢翻这张牌的原因。这张牌我们一开始第1分钟就说，你最近跟你周遭的人事物做的沟通协调，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成功。我一开始就说了，那最后面都整个叙事的连贯都是这样子啊。好，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下，现在你眼前的表面的美好，可能私底下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调整。所以我这边才说，不要忘了在眼前的美好的状态下，不要被它蒙上了眼，不要让你盲目。有的时候要回头再去验证一下这份美好的出现是否合理跟理所当然。好，这就是翻牌顺序的有趣啦哈。因为它终究会融会贯通出一个答案啦。那牌面上会有强有弱，所以下面的牌都是比较弱的牌，比较点缀或是分支出来。可是它在提醒着为什么要出现这5张牌啦哈。那我们做一个小结，就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你看到这张牌的近期周到的时间内，你可能有很重要的事情你想要追求。然后你需要很多人帮忙，无论是工作或同学都是这样。它关于你周遭的人跟你现在的相处方式的这个点，这边再说，我讲最直白的就是，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好，而你有点美化了现在你眼前所看到的事情，它没有那么好，但它也没有不好，只是没有你想的那么好而已。那你再回头去多问。多去关心，你会发现别人的心声跟声音，原来你没有听清楚，而不是没有听到，你没有听清楚，或是你没有以他的角度体会一下，甚至那一下都没有。记得哈，这里要得到的讯息是这个。
好，讲了这么久就在讲这个。好，那这就是2号牌的朋友哈。那希望对你有一些帮助啦。那如果你看了都没什么问题或什么，那你记得回想一下我刚刚说的，你眼前的美好是否是理所当然的发生，好吗？通常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发生？通常都是有你没看到的别人的付出在发生而去促成的。好，那这就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那祝福你们哦，谢谢你来听。